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殷贵人作为《甄嬛传》中昙花一现的后妃，一出场就受到了很多小主的喜爱。在大部分观众小主看来，殷贵人是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人物，不仅不顾个人意愿被强行安排进宫，还不能跟真心喜欢的人相守，甚至连爱情的边都没有摸到，就香消玉殒了。殊不知殷贵人的死其实是罪有应得。相信看过剧版《甄嬛传》的小主都知道，殷贵人原名叫彩萍，是果郡王救下的孤女，被收留到青阳台后成为果郡王府的婢女。当时皇上对玉娆十分上心，并且大有要将其收进后宫的架势。甄嬛为此十分不安，浣碧见状后便自告奋勇将这件事揽了下来，说长姐若是放心，不如就将此事交给我来办吧。浣碧回府后便千挑万选选中了彩萍。彩萍才貌俱佳，又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作为棋子来说绝对是最佳的选择。更何况在浣碧看来，彩萍出众的相貌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，说不定哪一天就入了果郡王的眼，所以趁早送进宫里才是最妥当的安排。浣碧盘算着，果郡王在宫外头不知道皇上的喜怒哀乐，可是如果皇上身边多了一个贴心的人，是果郡王府里出去的，平日里好言好语的在皇上面前哄着，让皇上高兴，那果郡王府不也就多了一重保障吗？浣碧的话听起来句句在理，而果郡王对彩萍又有救命收留之恩，所以彩萍没有拒绝的理由，只能听从浣碧的安排进宫侍奉。因为是出自果郡王府，所以彩萍一入宫就被封为了答应，而不是从官女子开始熬。随后又凭借着出众的外貌和一手好琴艺，很快就晋封成了殷贵人。虽然身份地位是比以前尊贵了许多，但毕竟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殷贵人真正想要的还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小郎君。这天，殷贵人在后花园中偶遇了三皇子，彼时三皇子正因福晋一事郁闷不已，入选的两位大家小姐皆是庸脂俗粉，他都不喜欢，而眼前的殷贵人则清新脱俗，让三皇子忍不住眼前一亮，并且一见钟情。之后三皇子深夜觐见皇上时，又碰巧赶上一旁的殷贵人正在抚琴，细腻的琴声更是令他心旷神怡，无法自拔。于是隔天，三皇子便忍不住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意。殷贵人深知此事是大逆不道的重罪，所以才惊慌失措地逃跑了。然而这一切已经被静妃尽收眼底，作为后宫中的风纪大队长，静妃自然要把这一情况上报给皇上的。皇上得知后当即大发雷霆，甩给三皇子两个大耳光。三皇子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自然不能轻易处死，只能把怒火发泄到殷贵人身上。殷贵人没有强大的娘家支持，下场也只有处死这一条路。很多小主都认为殷贵人死得特别冤，自己好好出门赏个花，却被三皇子连累，白白丢了性命。也有人说殷贵人是咎由自取，谁让他闲得没事儿，跟人家说自己深宫寂寞，思念家人之类的，让三皇子误以为暗示他自己想要人陪。三皇子虽然在读书上十分愚钝，但在谈情说爱这件事上却是天赋异禀，稍加暗示就能无限延伸。其实说到底，原著中两人都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人，可能很多观众小主都不知道，原著中真正的殷贵人与剧版中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。在剧中我们见到的殷贵人一直是小心翼翼生活的，一副远离后宫争斗的样子，实际上在原著中殷贵人的感情史可谓是轰轰烈烈。早在王府的时候，殷贵人就与一个叫陆离的侍卫十分亲密，后来陆离因为剑术高超被选入了御林军，两人也从此开始了异地恋。殷贵人入宫后，由于身份上的差异，使得两人更加难以相伴相守。可即便如此，殷贵人还是没有打消心中的念头。一次侍寝的路上，因为大雪，马车在永巷坏掉了，一时间修车的人也无法赶来。恰巧当天值班的御林军里就有陆离，相恋之人再度重逢，自然是干柴烈火。果不其然，殷贵人不久之后就怀孕了。甄嬛得知真相后，本想偷偷把孩子处理掉，但在殷贵人的一再坚持下，还是留了下来。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，殷贵人的本性也十分刚烈，并且不受纲常礼教的束缚。这样的女子在深宫中，就算别人不去谋害她，最终也会因为自己的性格犯错吃亏致死。所以殷贵人的结局注定是要以悲剧收场的。
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